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22号。昨天比特币价格波动是我们最不想看到的，该进攻的位置不进攻，现在价格又跌了回来。或者今天视频来聊一下，那比特币完蛋了吗？还是这个位置比特币会不会走出一个上行的结构？包括周线这一张图表里面的一些知识，我们来判断一下比特币为什么价格不进攻，它跟历史上的几个位置有哪一些相似之处，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两天也是在提醒朋友们，上面是有一条60的均线压在头上，包括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在日线里面也是上面有一个压力压在这边，它要过应该在这2天之内赶快过，如果不过我们要防它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压回。当然也是有看到一些迹象，包括4个小时的 KD 指标其实也是一直在背离，不过也没有去做空这个比特币因为我的观点，整个大长线不排除有可能它是在这边大箱体震荡整理到位，不排除会继续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所以之前在这一个低点位置给大家唱多买对的多单，这2天也没有操作，也没有做平摊的动作，还是继续拿在手上。那现在价格跌回来，没想到把这个指标 KD 已经死叉。我的观点，你尽量看有没有低点的位置，20MA 价格还是在20MA 上方压回来，你应该要站在买方，或者是它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区间波动。因为既然这边是一个箱体，那我的观点，有遇到箱体上沿的位置，或者是有来到箱体下沿的位置，它到底会不会再去，我现在也不确定。但是就短线来看，有可能就是在这个20MA 跟60MA 区间震荡，或者最理想的情况，今天的收盘看一下会不会马上遇到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短期要马上去挑战这个60的 MA， 还是一样，就是这个位置目前还是有一个压力区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裸 K 的图表也就是大箱体，我把它分成了2个箱体，因为我们明显的观察一下，前面在 25K 至 26K 的区间，这边是整理了接近20天的一个箱体。那现在来到这个趋势线附近，或者是上面有一个60的均线跟超级趋势指标压在头上，包括周线里面20的 EMA 也是压在头上。我的观点，现在价格压回来，最强的情况，它会不会在上沿的这个位置再整理出一个箱体的区间？因为20MA 是在下方，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一根 K 线突破，不是有跟大家讲，我们从这一个 30K 的高点到这个上沿线位置到这个位置，它这根 K 线是把这一条下降的趋势给突破，所以价格跌回到这个位置，短线在这个位置也是具有一定的支撑，因为这根 K 线是把这个趋势给突破。不过我还有一个观点是这样子因为昨天给大家预测，如果有2种走势，一种是在这个位置2天马上突破，不突破的话，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到时候会往上突破。那还有一个预期的推演，如果它在这个位置整理一段时间，有没有可能它会不会挖一次坑，然后会不会再上去？而且历史的经验，以前比如说比特币上方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面还有压力如果它在这个位置要走出上行的结构，第一条趋势的压力线突破完以后，现在出了一个高点，那在这个位置震荡，或者是有没有可能下一步再突破，再出一个高点，会不会再压回来继续洗，然后又出一个上行下降的趋势线，到时候再往上突破，然后再整理一段时间，再出一个高点，再出一个上行的结构。所以有可能我整个推演就是整个大箱体的形态，它在这边会不会多次突破，然后压回，多次突破压回，每一次下降的趋势就是有在减缓的迹象。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条趋势线下降的趋势就变得不那么陡峭，那现在这条趋势线明显观察已经也不是那么陡峭，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位置震荡，还是说它还有没有挖坑，后面会不会再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条更长的这条趋势线，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聊过，从周线里面我们去观察它这个 69K 的高点到这个高点的位置，其实就是这一条下降的趋势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线，目前是压在这边
我们从 69K 的高点连到这一次 32K 的高点去观察，也就是这条趋势线。什么时候突破？我的观点确立就是这一波有可能要开启一波大涨的行情，所以目前这个位置是不是时间震荡还没有到位。然后我们来观察一下周线比特币上方还有一条20的 EMA 是压在头上，前面一波大涨的行情，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压回20 EMA 或者是有大跌破20 EMA 破20 EMA， 它最终都是马上往上扭转，就是第一波上涨的行情相对比较可观。但是现在的一个走势，它经过100多天的整理震荡，或者是20多周的一个整理震荡，目前的价格是在这个20 MA 下方，有没有可能类似历史上第一波上涨的行情，如果第二浪里面有看到它压回这个20 MA 下方，有可能也是非常重要二浪整理或者是二次筑底的区间。比如说这个位置是第一次筑底，然后这个位置是第二次筑底积累的区间，后面如果突破了这个20的 EMA， 我的观点有可能就是分流行情要开启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如说19年它第一次上涨的行情，第一次在这个位置筑底的区间，然后它上涨是涨了3倍。我们可以看一下二次压回，它只要有破这个20的 EMA， 一般像这种低点位置也是买点，它会有上涨，或者是它没有继续往上突破，因为上面还有一些套牢盘，最终是再一次压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也是整理了接近6周的 K 线，可以自己去数1根、2根、3根、4根、5根、6根。那么可以看一下现在是整理了几个，从这根开始1、2、3、4、5，所以还有没有一根？然后第7根会不会往上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些位置，比如说2015年当时底部，它在这边都已经突破了这个趋势，后面是有一次压回，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也是一个交易所被黑客攻击。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在这边，也就是早就已经突破了这个20的 EMA， 但是最终压回来，在这个底部位置又横了多少天？我们可以细心数一下，1、2、3、4、5、6、7，第8根开始往上突破。所以时间有没有可能现在的时间有可能还不太够？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还有一个位置也就是2012年当时比特币第一波或者是第一浪上涨起来之后，突破了周线的20 EMA， 第一次整理筑底的区间积累的区间是在这个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有一次压回这个20 EMA， 并没有继续往下升跌而且是在接近这个20 EMA 下方大约10%到20%的区间，这边重新积累或者是筑底了第二个比特币的底部，后面就最终开启一波大级别疯狂牛市的上涨，一路涨到高位人声鼎沸的位置，有可能到时候就预示着风险。所以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整理的时间是拉得更长你可以认真去数一下，大约是在20 EMA 附近整理了接近14周的 K 线，最终往上突破。所以现在的行情观点是这样子有可能就是在这边以时间来化解上面的一些套牢盘，或者是继续积累，随时都有可能往上去突破这个20 EMA， 因为它已经测试了1次、2次不排除就是仙人指路，有可能整理到位，最终方向就是往上指的。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